我明明已经被埋在地下1800多年，却还要被后世子弟用黑符镇压，就连封印我的棺上都布满了9981颗镇魂钉，只因当年身为龙虎山第3代天师的我，模仿祖天师羽化飞升时出了岔子，导致身体异变，后世子弟恐防尸变为祸，才不得不出此下策。然而他们没想到，这场千年的平静却被今天几个盗墓贼给打破。老大，你快看！这么大的紫金棺材，不会是金丝楠木吧？发了发了！一个个盗墓贼兴奋地搓着手心，然而其中一个风水大师凑近碑文，看清楚后，脸色竟唰的一下就白了。什么？龙虎山第3代天师张天鲁？他伸手指着石碑上一个诡异的符文。坏了，你们怎么找到这里呢？这 TM 是龙虎山祖师爷的坟呢，碑上还刻着龙虎镇灵符，你们没看见吗？可盗墓贼首领却不管这些，他们本来就是枪口上讨饭吃的，怕个锤子，管他什么天师祖师的，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爷爷我磨完金再走。开棺！身后的几个盗墓贼立刻围上去，用月牙铲去撬棺材钉。他们一边撬拔一边吐槽，这钉子也太多了，跟刺猬似的，而且每根钉子又重得离谱。整整过了1个小时，随着最后一根钉子被拔出，一抹粘稠的暗红色液体从棺材缝里渗了出来。风水大师低头用手指捻了一下，凑到鼻尖一闻，一股强烈的红腥味直冲天灵盖。盗墓贼首领见此脸色一沉，这不会是口血棺吧？老二，黑驴蹄子和糯米镇尸符也拿出来，里面的主可能要蹦迪了。然而旁边一个年轻盗墓贼腿都软了。老大，蹦迪是啥意思啊？首领白了他一眼。僵尸片看过没？就那种，瞧你那点出息。血棺就是用血和药材泡着尸身，只是可以保证尸体千年不腐烂，但对咱们来说不是好事。一开棺就容易诈尸。老大，你别吓我，那玩意儿可要命了。首领闻言冷笑一声，哼，他敢诈尸，老子反手黑驴蹄子和一把糯米教他做事。再不行，不是还有镇尸符吗？怕个锤子！小弟看着同伴手里的黑驴蹄子和一袋糯一些黄符，这才稍稍定了定神。首领一挥手，几个盗墓贼合力去撬棺盖，可那棺盖像是被强力胶粘住了一样，几个人累得满头大汗，都依旧纹丝不动。转头一看，却发现刚才那个胆小的小弟蹲在角落里，不知道在捣鼓什么。你他妈的炖点福蛋呐！快过来帮忙！小弟举着个打火机，委屈巴巴地回头。老大，我点蜡了。规矩不是说鸡鸣灯灭不摸金吗？首领气得差点一脚踹过去。我摸你头，那是胡八一的规矩，不是你我的。再墨迹，我就直接把你踹棺材里去。给我拿把斧子来。小弟只好悻悻地收起打火机，但同时心里还泛起嘀咕：这打火机咋坏了？怎么半天都点不着？等斧头拿来后，首领露出一丝邪笑。既然撬不开，那老子就把它给劈了。旁边几个盗墓贼闻言对视一眼，紧接说道：老大，这可是金丝楠木，劈了就太可惜了。然而盗墓贼首领却不以为然。废话，这么大玩意儿你扛得出去？就算扛出去，你卖得掉吗？老子要的是里面的东西。风水大师见此识趣的推到墙角，心里直打鼓。我的乖乖，这可是龙虎天师的棺材，张道陵的亲孙子，这真能劈吗？他非常后悔来这里，但也只能在一边看着，一边祈祷别出问题。只见盗墓贼首领高高举起斧头，对准棺材猛地劈了下去。也就在斧刃即将触及棺材的同时，棺材内部的我耳边传来一阵系统提示音：叮，检测到有盗墓贼劈棺，发布任务，击杀盗墓贼，获得奖励不灭先驱以及鹦鹉雷阵法。也就在我睁开了双眼的瞬间，天空上大片的乌云汇聚，黑色的雷云翻滚不息。接着一道水桶粗的黑色怒雷撕裂苍穹，贯穿地层，不偏不倚的正中棺材上。砰的一声，棺材盖应声炸裂，碎成2半。而那个刚刚劈下斧头的盗墓首领，仅仅是被雷光的余波扫到，整个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横飞出去，重重砸在墙上。墓室里几个盗墓贼看到首领被震飞，都吓坏了。这地底下哪来的雷啊？与此同时，几十公里外的龙虎山天师府正在闭关静坐的第77代天师玄真猛地睁开双眼，他面前供奉的满屋天师牌位齐齐剧烈震动，而排在最前列的3代祖师张天鲁牌位更是咔嚓一声从中断裂。玄真道长掐指一算，目光如电地望向天雷落下的方向。糟了，五雷阵法是祖师爷出事了。他再也坐不住，声音如洪钟般传遍整座龙虎山。所有青袍以上道人都立刻随我下山，3代祖师墓出事了。话音刚落，他便已化作一道紫影冲下山去，心中暗想：这究竟是吃了多少雄心豹子胆的盗墓贼，连3代祖师的墓都敢挖？霎时间，整座龙虎山灯火通明，数十道身影脚踏玄妙步伐，几个起落便从千级石阶跃至山下，朝着天雷之处疾驰而去。而另一边，无意间撞见盗墓贼并报了警的女主播，此刻已经吓得魂不附体，因为她亲眼看到一道天雷劈开了她面前的地面，紧接着便是倾盆大雨，直播间里
都彻底疯了。我擦，天雷劈粉，这是要诈尸的杰作，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巡捕来到时也是倒吸一口凉气，因为他们在来的路上也看见了那道天雷，实在是太害人了。他们在得知那群盗墓贼就在下方后，正要组织人手下去，林中忽然传来一阵破风声，只见几道紫袍、黄袍、红袍身影，如同鬼魅一般从林子外飞跃进来时，这把巡捕都吓了一跳。为首的那名紫衣道长在雷光映照下，面容威严，开口：贫道玄真是龙虎山这一带的天师。巡捕和女主播都愣住了。龙虎天师，真的假的？而且这么多龙虎山天师来这儿干什么？这时直播间人气已飙升到了300多万。好家伙，龙虎天师都来了，这帮盗墓贼真是摸到太岁头上了。快快快，镜头靠近点，我要看道长。李牧队长上前一步，警惕地问：道长，你们来此何事？玄真目光扫过那被雷劈开的盗洞，声音里带着被压抑的怒火：此地乃我龙虎山第3代天师之墓，刚才的天降五雷是祖师爷发怒了。此言一出，在场所有巡捕都倒吸一口凉气，直播间弹幕更是被666刷屏。我擦，还真是天师墓，这群盗墓贼可完大。此刻墓穴之中，盗墓首领被几个小弟搀扶起来，他浑身焦黑，哇的喷出一口老红，只觉得半条命都没了，晃晃悠悠的又凑到棺材前，棺盖一开，里面的景象一览无余。首领惊叫起来：大师，快过来看，这 TM 不是龙袍吗？天师怎么会穿龙袍？风水大师走过来看一眼之后也吓麻了，牙齿也开始上下打架。只见棺材里头此刻躺着的天师尸体面部已经僵化，看上去无比狰狞，额头还贴了一张黑色符纸。要知道，这可是道家等级最高的黑符。其次，让刚刚这几个盗墓贼震惊的是，这棺材里的天师此刻穿着一身黑色的4爪龙袍，黑色龙袍之内夹着一身道门紫袍。风水大师有种强烈不妙的感觉。走，快走，这墓碰不得。这是4爪帝师龙袍，是古代帝王赐给太子太师的符制。虽然是4爪蟒袍，但因为太子成了皇帝，所以在地位上是和皇帝平齐的。然而这群亡命徒哪里听得进去？走，棺材都开了，你让我走。首领的目光死死盯在尸体旁边的3样东西上，一把古剑，一枚玉印，还有一个精美的名册。他两眼放光，伸手就将3样东西捞了出来。古剑出鞘，剑名清月，近2000年的岁月竟没留下一丝锈迹。这时旁边有盗墓贼发现这剑上居然还刻着字，就更兴奋了。要知道，有铭文的古董和没有铭文的古董是两码事。旋即盗墓贼把剑拿给风水大师看了一眼，可风水老头仅只是看了一眼，魂都快飞了。这可是龙虎山的3-5斩邪神剑啊，也就是天师剑。而旁边的那个古印下面刻的阳平制都公印，那不就是天师印？至于最后那个名册，风水先生都不敢翻了，天师剑印都在这儿，那剩下的名册肯定就是正义蒙威符录了。要知道，那上面记的都是些天神名讳，能号令鬼神，斩尽妖魔。这玩意儿外人翻拍一下，怕不是裤裤掉血条。但是这几个盗墓贼可不讲究这么多，他们只知道今天这玩意儿要是弄出去，下辈子都不用愁了。盗墓首领收好这3件宝贝后，似乎还不太满意，又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尸体本身。看到这一幕的风水大师眉头直跳：你还想要干什么？拿了这些东西就足够了。然而首领狞笑着说：干什么？来都来了，当然要拿干净了。这身龙袍和紫袍可是天价，必须扒下来。同时还让旁边几个小弟帮忙。看到这一幕的风水大师浑身起鸡皮疙瘩，突然有种强烈不妙的预感。来不及思考，他转头就朝着墓穴外跑。这群盗墓贼太作死了，拿了剑印还要扒衣服。真仙之孙，3代天师，镇尸黑符，4爪龙袍，千年兄弟，剑印陪葬，再加上刚才那道天雷，这 buff 都快叠出屏幕了。这要是诈尸，神仙来了都得跪。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就在这群盗墓贼刚要去扒尸体衣服的时候，棺材内的尸体眼睛睁开了，首领还在奋力拉扯，一边抱怨着这龙袍怎么这么难脱时，他身边的小弟已经被吓得面无人色了，指着棺材，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老大，诈尸了，快跑啊！首领闻言一愣，一股极度寒意顿时涌上心头。只见那具尸体正圆睁双眼，一对空洞的金色瞳孔死死地盯着他，紧接一道肉眼可见的黑气从我口中喷出。下一秒，风水大师就看到我从棺材里直接弹了起来，额头上一张镇尸黑符还在散发微微紫光，试图镇压住我，但只可惜镇不住，根本镇不住。我睁开双眼后的瞳孔已经变成纯金色，现在脑海当中只有杀戮。下一秒，我便直接踏足虚空，悬浮在空中，目光看向旁边那个拿着天师印和正义门威符录的盗墓贼，紧接伸出一只如同枯枝般的手指，施展紫色雷弧五雷阵法。然而时隔2000多年，再次祭出雷法，第一次施展并不顺畅，只是炸出几道银紫色的雷弧，但第2次施展的就4化多了。只见一道道银紫色的雷霆从我五指之中交织而出，下一秒雷霆轰出，直接朝那个手持天师印和正义门威符录的盗墓贼轰去。恐怖的天雷轰出震向了
了整个墓室。接着这几个盗墓贼就看到刚刚那个拿着天师印和符箓的盗墓贼同伙已经被雷法轰成一堆焦炭，这就秒了。风水大师更是吓到腿都开始发软了。雷法，这僵尸居然还会雷法？不过好像也没毛病啊，人家生前本来就是龙虎天师，尸变会点生前的技能，似乎也没什么毛病。但是僵尸会雷法，那就太恐怖了。一般来说，僵尸最怕的一是道士，二是天雷。道士有符箓，可以斩妖除魔镇僵尸；天雷则是灭杀一切妖魔鬼怪最狠的法术。但这两样似乎对面前这只僵尸都无用，而且人家就是道家祖庭龙虎山的老祖宗，也就是所有道士的老祖宗。至于雷法，道家最高雷法秘籍五雷阵法就是他传下来的。这位大哥尸变，谁能讲得住？就在我灭杀了那个盗墓贼同伙时，耳边传来提示音：定，收回天师剑等物品，获得奖励阴天罡36变，撒豆成户，五雷正法适应题。下一秒，我施展一息，一股恐怖的吸力就从掌中涌入刚刚那个轰杀的盗墓贼身上，将天师印和正义蒙威符篆吸了回来，挂在腰间，然后僵硬转头，将目光看向另一边。盗墓贼首领看着这只僵尸瞄向自己这边时，他顿时心里打了个寒战，看我干什么？一瞬间，旁边的这群小弟顿时吓到散开。这僵尸太恐怖了，他们可顶不住。不过这盗墓贼首领也是个狠人，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吃的就是这碗饭。只见他反手抓了一把袋子里的糯米在手上，猛然一下朝我扔了过来。我看着洒在自己身上的这一把糯米，你在逗我玩呢？这些糯米压根连湿气都突破不了，还没砸在身上就被表面流动的湿气冲飞了。看到这里，我直接笑了。你是怎么想的？糯米这玩意儿也就能克制一些普通僵尸罢了，稍微强一点的都对付不了。你居然选择用它来对付我，你确定你不是在侮辱我？说完，我狮爪一道吸力，直接把他手上的一袋生糯米吸过来，顺带着把黑驴蹄子和他那张可笑的黄符也一把吸过来。这盗墓贼首领显然没想到眼前这只僵尸会抢他的东西，这下糟了，杀僵尸的东西落到僵尸手上，这不完犊子了吗？然而让盗墓贼首领和所有人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我抢了那袋糯米之后，直接倒进了嘴里，顺带着把那黑驴蹄也给嚼了，接着把这黄符往自己身上一贴，下一秒符篆直接炸，压不住，根本压不住。看着这操作，盗墓贼直接麻了。那风水大师看到这一幕也是早料到会这样，因为这僵尸头上贴着那张黑符都没用，黑符可是道家最顶级的符篆，连黑符都镇不住的妖魔，你还想靠黄符镇住？糯米当主食，黑驴蹄子成小菜，黄符被当成擦汗的洗脸巾，这僵尸已经不能用凶来形容了，简直离谱。我吃完黑驴蹄子后，再看向盗墓贼，你还有什么能耐都拿出来吧，别说贫道不给你机会。盗墓贼首领这时又怕又急，一把拔出自己手上的3-5斩邪剑，老子跟你拼了！盗墓贼首领想着，既然这把剑是宝剑，那自己就用这把剑来对付眼前的僵尸。就在这只盗墓贼首领持剑冲过来的一瞬间，另一边巡捕和主播以及龙虎山的天师道长们正好顺着墓道走到墓室里，看到了这一幕。直播间里的观众都直接惊呆了，真有僵尸！而且那僵尸怎么穿龙袍啊？不是说龙虎天师吗？而且这刚刚尸变就是飞僵了吗？而龙虎山的那群道长则脸色难看，毕竟那是他们道派的祖师，现在祖师爷的清静被打扰，而且还尸变，这是最坏的情况。他们这些后人没做到位啊！最关键的是，这尸气也太天面恐怖了。这一代的紫袍天师玄真天师感受着这尸气，他脸色都难看起来。还没交手就感觉到难以对付了。这是墓室之中的盗墓贼首领已经持剑劈砍上去了。他觉得自己手上这把如果真是斩邪神剑的话，那对付僵尸应该是非常有用才对。但此刻我压根懒得看盗墓贼首领一眼，一个凡人以为拿着一把神剑就有用，这把3-5斩邪宝剑是认主的。接着我随手一招，这盗墓贼手上的3-5斩邪宝剑直接飞到我的手上，然后几道寒光闪过，眨眼功夫将这盗墓贼首领当场削成了人棍。拿贫道的剑来斩贫道，亏你想得出来！如此残暴的一幕也是震惊了在场所有人，太凶残了！这天师变成僵尸之后都这么凶残的吗？此刻我在收回剑印符篆之后，耳边再次传来系统提示音：恭喜宿主收回天师剑，获得奖励阴天罡36变，撒豆成师，五雷正法适应题。这几样奖励获取之后，脑海当中瞬间学会一门新神通，并且获得了五雷正法适应题。在刚刚使用雷法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现在这僵尸的身体似乎不再适合使用雷法，在调遣雷霆的时候有种身体难受的感觉，那种感觉和天雷犯冲，应该是自己现在死了之后化为僵尸。尸气和雷霆本来就反冲，所以这种情况很正常。但现在获得了五雷正法适应体之后，不适应的感觉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这就证明以后可以正常使用五雷阵法，这种感觉就很爽。此刻另一边，这一群盗墓贼已经被吓坏，看到墓室门回不知道什么，事后进来一批巡捕，仿佛看到救命稻草一样，纷纷朝巡捕那边跑过去求保命。他们宁愿去
坐牢，也不要被这僵尸削成刃棍了。看着这群盗墓贼跑过来自首，现在就轮到巡捕头疼了。他们看着这墓室之中的天师化成了僵尸，他们不禁暗想，就算自己手里有武器，但对僵尸真的有用吗？这时我的目光死死盯住剩下这群盗墓贼，系统发布的任务是灭掉所有的盗墓贼才算完成，那剩下的他们一个也跑不了。替我棺材是吧？贫道的墓你们也敢盗？此时的我凶气大放，看着这群盗墓贼朝巡捕跑过去，我反手一道雷法劈过去，雷霆劈在这群盗贼逃跑的正前方，顺带当场轰杀了一个盗墓贼，同时还把他们逃跑的路给封死了。看着我再次动手后，巡捕着急了，这僵尸也太凶了，但是他们现在还真不太敢打，因为这只僵尸身份不太一样，本来就是盗墓贼入室在先才触动的尸变，其次这个僵尸还要是龙虎山的先祖，多少要给龙虎山的面子，而且目前还没对他们出手，这种情况肯定不能先开枪啊，不然就是拉仇恨，到时候这僵尸对他们动手，自己都没地方找理说去。随即巡捕将目光看向这群龙虎山天师，他们不就是专门对付僵尸的吗？而且这只僵尸还是龙虎山的老祖，让他们自己来解决肯定是最好了。然而就在巡捕和直播间观众拭目以待，想看龙虎山这群天师道长和这只僵尸大战画面的时候，出乎他们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只见这群道长走进墓室之后，第一时间并非是动手，而是排列站好，玄真天师站在最前方，对着这只龙袍僵尸直接跪下来，个个手中掐诀，竟然对着这只僵尸掰了起来。龙虎山第77代天师不孝子孙张天印，玄字辈玄真，拜见老祖。在天师的带头之下，连带着一批龙虎山红袍黄袍道长也开始行道家的拜祖施礼。巡捕和直播间观众看着这一幕也是直接傻眼了，道长别拜了，道长已经尸变了，先降服了再拜呀，你们倒是抓呀，这算什么事啊？巡捕想让道长们起来先降服这只天师化成的僵尸，然后再慢慢拜也不迟，但紧跟着为首的龙虎山玄真开回，祖宗诈尸了给你，你不跪，打不打先不说，先跪下来磕2个总没错的。因为3代天师身穿龙袍，顶着黑符尸变，葬地1800多年，剑印符篆陪葬，雷击复生，施法合一，这 buff 都叠满了，怎么打？玄真天师已经想骂人了，这帮人根本什么都不懂，就知道道士对付僵尸，道士对付僵尸确实没错，但也要分人啊，就算是汉魃来了，玄真天师大不了以身殉道，也不皱个眉头。可现在情况不一样，现在尸变的是他们龙虎山的3代天师，要知道正义龙虎山天师府历代天师都是世袭罔替，意思就是下一代的天师永远是上一代天师的亲儿子，也就是对于玄真他们而言，现在站在他面前的这3代天师不仅仅是祖师僵尸，而且还是一脉相传的老祖宗。对老祖宗动手疯了吗？而且这还是天庭4大天师之一张道陵的孙子，现如今的江左龙虎山甚至是这位老祖宗的儿子创立的，放在以前这就是太上皇级别的，甚至这位3代祖师身上的3件装备每一样都比现在龙虎山上还要强，这怎么打？自己还真不一定干得过这位3代天师。没见到刚刚这位天师即便尸变了也还能用雷法吗？而且刚刚那掌心雷的恐怖程度，玄真表示自己的五雷正法都没这么强，这位3代祖师当年的术法可都是刷满了的呀，求饶还来得及。玄真直接带着这群道长磕头，冒犯祖师他们可不敢，道家很讲究背景，看着玄真和这么多龙虎山道长磕头，看着这群后代在自己面前行跪拜礼，我终于开口道：尔等不必再拜了，起来吧。这一开口，整个墓室一下子变得安静无比，巡捕、直播间观众、女主播甚至盗墓贼都用一种震惊的目光看向我，这龙虎祖师这么恐怖的吗？都尸变了还能讲话，死了1800多年了还有意识的吗？这也太强悍了吧。玄真天师等人一听这声音也是呆住了，祖师还真有意识了。起身后的玄真天师直接跟我谈了起来，老祖宗，是晚辈不孝，没有保护好您的墓穴，让这些盗墓贼打扰您的清静了，您还请回闭关休息吧，这群盗墓贼交给我们来处理。让他没想到的是，我直接摇头了，盗墓尸变之事和你们没有关系，本天师也不想跟你们这些小辈动手，你们几个带着那些不相干的人离开这里吧，至于那几个盗墓贼我会自己处理。听到这里，玄真天师也算明白了，对方已经下了逐客令要亲自处理这几个盗墓贼，但他还想着争取一下。老祖，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叫做法院的存在，就跟以前的官府一样，将他们交给官府处理不是更好吗？这时候巡捕队长也开口了，是啊，道长，您生前也是正道天师，斩妖除魔必有一方，这群盗墓贼就交给我们巡捕处理吧，他们会受到相应的制裁的，您放心，他们跑不了。原本警队的人和玄真天师觉得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龙虎山这位3代天师生前也是正道人物，应该会通情达理，同意他们把这群盗墓贼带走。然而事实和他们的想象完全不一样，因为就在他们的话刚刚说完的下一秒，我的嘴唇动了几下，东甲乾元亨正结束流行，一道经咒的声音在墓室之内响起。巡捕的人不太了解道门的经咒，所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玄真天师听到祖师念诵这经咒的声音之后，
他的脸色刷一下变了，不仅是玄真天师，他后面跟着的那群龙虎山红袍道长们脸色都变了，他们赶紧后退，而且还是边摆边退。先祖在上，我们走，现在就离开，打扰了。巡捕这时还一脸懵，一边走一边询问怎么回事，为什么跑啊？刚刚大家不是还在讲道理吗？怎么突然天师和龙虎山这群道长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而且那几个盗墓贼还没带走啊！玄真天师看了这巡捕队长一眼，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居士，别怪贫道没提醒你，这个时候最好别去，谁去谁死。老祖生气了。巡捕队长还是没看明白，天师，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不能回去？还有刚刚不是谈得好好的吗？我觉得可以争取一下。争取？玄真天师翻了个白眼说道，争取个锤子！你们听不懂刚刚老祖念的什么咒是吧？老祖压根就没搭理我们，他开始念蛮雷咒了。巡捕队长紧接问道，什么是蛮雷咒？很强吗？而且不一定要跑吧？你不也是天师吗？和你家老祖斗法呀！玄真天师闻言汗流浃背，你真的太看得起我了。道家法术之中，以雷法为最尊，也是灭杀妖魔最强的法术。雷法也分上中下三品，其中蛮雷咒的威力是所有雷法之中的第一梯队。这蛮雷咒我都还不够资格修行这一层呢。刚刚老祖压根懒得搭理我们，直接念咒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要么滚，要么和这群盗墓贼一起死。下一档，他们刚刚离开墓室，整个天空都发生变化了，大片大片的鸟云汇聚，恐怖的天雷在云层中滚动，接着一道红色天雷直接朝地下劈来。这道天雷巨粗无比，一下子就砸穿地面，整个墓穴都被轰塌了。地下，我一道蛮雷咒直接轰死所有盗墓贼，连同那个风水大师也一起轰成碎片。风水师本来就是道门一个小小分支，如今还帮盗墓贼分金定穴干盗墓的事，关键还挖到自己这个道家祖师的墓了，也是该死。定，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击杀盗墓贼，获得奖励不灭世仙功、鹦鹉雷正法。消化完这些奖励后，我直接冲出地面，生前拥有的道家修为也在慢慢恢复，或许自己说不定能完成2000年前没有完成的目标。目前自己只要不断将僵尸技能和神通修炼到最巅峰，恢复自己生前修为的同时修行僵尸技能，达到师法合一的那个时候，想要飞升恐怕已经轻而易举。这时候我耳边传来一道新的提示音，定，发布新任务，龙虎市城北出现大型鬼域，鬼域之中出现一枚先天姻缘，宿主前往鬼域吸收先天姻缘。闻言我先是一惊，大型鬼域、先天姻缘，这些东西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可是好东西啊！吞噬之后可以强化自己的尸气，让实力更进一步。下面的巡捕和玄真天师看着，天师从地下冲出来了，他们吓了一跳，尤其是玄真天师和龙虎山诸位道长，他们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老祖尸变确实是那些盗墓贼造成的，可现在那群盗墓贼已经伏住，按理说老祖的怨气也该散了，现在他应该躺回棺材里了，这怎么还冲出来了呢？老祖难道真要以僵尸的身份离开这里？玄真天师脸色难看，他刚刚退出来，确实是因为3代祖师实力太强，他觉得自己要是出手不一定打得过祖师，其次自己门派的祖师又是自己老祖宗，他不想跟自己老祖动手。再者说那群盗墓贼也确实该死，跟自己没什么太大关系，所以他懒得去硬管。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老祖尸变之后从墓穴里冲出来，这性质完全就变了，死了就是死了。尸变本就是错误的一条路，尤其还是龙虎天师本身肩负着维护天下苍生、监察斩杀天下为非作歹妖魔的重大责任，龙虎天师都尸变，那就太离谱了。玄真顿时向着我行了一礼，说道，老祖恳请您回去，您其实已经死了，今日恕晚辈不孝，不能让你离开这里。听着下面玄真天师的话，我尸变的脸上露出一个笑容，想不到后代的天师还挺有骨气的。随即口中的声音化为万千雷音，警告道，玄真回去吧，你拦不住我的。老祖今天不想跟家动手，不要自讨没趣。这是五雷正法之中的一种声波神通，此声一出，不少树木都直接被炸开。在场众人和直播间的几百万观众看到这一幕，个个脸色恐惧，一道声音都能造成这么大，威力也太强了。玄真天师和龙虎山众道长感受到这恐怖的五雷元音，脸色都很难看。这位3代祖师的实力远超他们的想象，但还是那句话，即便以身殉道，也不能让僵尸离开，因为他们不能保证老祖离开这里之后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毕竟现在老祖的身份是僵尸，而不是道士。结七星北斗剑阵，随着玄真一声令下，身后都几位黄袍红袍道长拔剑结阵和老祖斗法。七七将手中神剑往空中一抛，组成七星剑阵。玄真抛出的3-5斩邪磁剑也化为七星剑阵之中最璀璨的一颗剑星，携带剑阵化为万道剑气朝我冲杀过来。看着这群龙虎后辈对自己用出七星剑阵，我根本不慌，背后3-5斩邪雄剑出鞘，青华上地，赤刺剑照，斩一道剑气瞬间就破了龙虎山这群道长，一起出手全力施展的七星剑阵压根都没碰到我，就瞬间溃败下来。看着剑阵全散，伸手一抓，直接把玄真天师的那把3-5斩邪磁剑吸了过来。现在天师剑的雌雄二神剑都在我手中了。
玄真天师看到这幕，脸色一变，自己那把天师剑也被老祖夺走了。警方主播看到这一幕，不敢置信，直播间观众也都傻眼了。他们之前听到玄真天师说自己不一定干得过这位3代的祖天师，但没想到差距这么大，这压根不是一个级别的。玄真天师也没想明白怎么输这么快，按道理来说不该这样的。接着我就回答了他的问题：你难道不知道当年七星剑阵就出自我的手吗？这剑阵一开始就是本老祖开创的，你用它来对付我。玄真天师瞬间无语了，事发突然这茬他给忘了，这波属于倒反天罡了。我将手中这把天师此剑扔还给玄真，收好你的天师剑，贫道还有其他事要办，没空谅你们玩。接着就化为一道雷光遁飞走了。其实对于这个后代我还挺喜欢的，自己在墓室里的时候刚尸变出来，玄真这小子上来直接先磕2个，说明还是尊师重道，即便老祖师变了，该拜还是拜，该敬还是敬。后面自己破幕而出，玄真其实是知道现在和我的差距，但还是抱着殉道之心要阻拦，也算对得起龙虎天师这个身份和他身上的那套紫袍。若非如此，今天就免不得要收走他手上的这把天师剑了。玄真天师看着地上被老祖丢回来的天师剑，脸色复杂。坏消息，和老祖动手一个照面，自己剑就被夺了。好消息，老祖没跟自己计较，又把剑还了。就在玄真天师头疼这一切该怎么收场的时候，警方的人走了过来。天师，刚刚为什么不继续阻止啊？您不是会雷法吗？玄真天师看了他一眼，你在说什么胡话？你看我敢用雷法吗？老祖那血红色的蛮雷咒都是信手拈来，自己要是用了雷法，那老祖反手一到9天奔雷，我找谁去？我方不用核武，对方不出言双鹰，这是规矩。论雷法，自己一个77代天师能拼得过3代天师吗？倒反天罡是吧？警长看到玄真无奈的表情，便叹了一口气，只是觉得现在事情很麻烦。这位化为僵尸的龙虎祖师实力太恐怖了，最恐怖的是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了，他会不会伤人，谁也不知道。这次回去有的忙了。双方交流了一下之后，也不敢多耽误时间了，他们也要抓紧时间布置追踪。警方和龙虎山的人便各回各家准备去了。另一边，一道雷光划破天空，满是湿气的我略微停顿了一下，判断方向，随后便加速朝城南冲去。此刻太阳已经下山，龙虎市逐渐陷入黑暗之中。城南水库，一群年轻人此时正在水库旁边扎营烤火，他们是某手短视频网红，来这里拍野钓的段子，因为段子剧情需要，所以要等到天黑，干脆就顺带在这里野营了。可是段子拍完了，个多小时火还没升起来，晚饭都吃不上。公司的几个打扮花枝招展的小网红一脸抱怨，但负责生火的小张无辜说道：“真不怪我，今天见鬼了，火怎么都点不着，烧一会儿自己就灭了。”一个男网红眉头一皱，不服道：“带了打火机都升不起来是吧？起开让我来，有株燃蜡和酒精球都升不起来火，扯什么犊子？”很快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火焰一开始挺大的，但很快就肉眼可见的变小熄灭了。木柴很干燥，就是死活点不着，周围所有人一脸懵。何才干燥，助燃充足，没道理点不起来火，这一点也不科学啊。他们连怎么灭的都不知道，他们也并不知道此刻月光被乌云遮住的一瞬间，2个巨大的鬼域开始在他们身边缓缓凝聚。鬼域形成后，无数道恐怖的鬼魂从水库4面8方的荒地之内爬出来，开始朝他们所在的营地处靠近集合。龙虎市的老人都知道，城南水库这边因为近山近水，所以被很多风水先生觉得此地风水极佳，自古至今几百年都是埋尸的好地方。但后来火葬场盖起来了，又修建了公墓陵园，所以城南水库这边也就没人再埋了。平时本地人很少会过来，但问题就在于这些网红是外地来的。最近城南水库这一片地方因为风景很好，成了网红打卡地，吸引来不少网红来这里跳舞拍摄。这个网红团队就是被这样吸引过来的，但现在连火都点不起来，好几个网红纷纷骂了一声晦气，就各自回去休息了。然而就在他们回帐篷休息之后，营地4面8方开始变得越来越热闹。月光下，无数身形惨白的鬼影突然出现，朝这些帐篷所在之地靠近。其中一个帐篷里，网红公司的老板正和旗下一个丝袜女网红喝着红酒探讨工作。下一秒就感觉好像有点不对劲，怎么自己背后湿湿滑滑的，好像有一个很重的东西压着自己。他回头看了一眼，直接被吓飞起来。只见他肩膀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趴着一只厉鬼，一嘴张开，将网红公司老板的半个脑袋直接吞进去。下一秒，帐篷之内就传出一道尖叫声，女网红直接被吓尿了，活生生一个人就这么被啃了。顾不得形象，爬起来就跑，可跑出帐篷下一秒，人直接傻在了原地。帐篷外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厉鬼，这些厉鬼看到女网红之后，口水都流出来了，一股脑扑上去，咬在腿上，连同丝袜都一起嚼了。就在这女网红下一秒马上要被鬼域里的厉鬼分食的时候，一道红光突然降临在这片鬼域之中。
赫然是一只红衣女鬼王，怀里还抱着一个鬼婴。紧随着又出现了另一只男鬼王，只不过这男鬼王比红衣女鬼王的阴气还重，身上赫然穿着大钦太监的衣服，看样子还是个总管太监，手里拿着一根他生前常拿在手里的白色拂尘，凶神恶煞看着这帮着急抢食的恶鬼。抢什么抢？咱家和娘娘还没吃呢，轮得到你们这些小的吗？这两个鬼王一出现，瞬间就镇住了全场所有厉鬼。这些厉鬼茫然对视了一眼，最终乖乖将抓到的活人网红举了起来，像是运送食物一样把他们运了过去。红衣女鬼王十分满意，随即挑了其中一个最漂亮、看着最白的一个女网红，一把托起她的脸，然后伸出舌头舔了一口，岂料下一秒眉头一皱，直接吐了出来。什么东西一嘴粉？红衣女鬼大怒，这 TM 是个什么妖孽？原本是想先品尝一下活人羊中的滋味，结果一舌头下去没尝到阳气，倒是吃了一嘴粉。此刻再看这女网红，被舔了一锅之后，脸上的妆掉了不少，原形毕露，那真实的样子把旁边太监鬼都吓一跳。什么邪术？怎么上一秒和下一秒人还不一样了呢？刚想惩戒一下这个脸上擦了2斤多粉的女网红，女鬼王怀里的鬼婴哭了。鬼婴闻到阳气的味道，饿得咧开满是密密麻麻牙齿的嘴，哭声尖锐刺耳，在女鬼面前的网红吓到几乎失禁。听着这让人烦躁的鬼婴哭声，两只鬼王都露出烦躁的表情。吃就知道吃，让你先吃。红衣女鬼王一把掐住鬼婴的脖子，把他从襁褓里拽出来，那凶狠的样子仿佛就是个玩具一般。鬼婴被红衣女鬼王掐住脖子，不仅没有任何痛苦，还很开心一样，咧嘴狂笑，似乎他们在玩一种很新的游戏。此刻的鬼域外，我已经到达这里，脚踏虚空，立于水库天空之上，看到鬼衣笼罩，法眼一开，金色的僵尸瞳孔俯瞰下方，一眼就看穿了下方浓浓黑雾，看到无数厉鬼和那3个鬼王，馋得口水都要下来了。一道道纯净的阴气是滋补僵尸之身的大餐，那3个家伙无异于3根和年人参在面前晃，大补啊！接着一步踏下，冲进了鬼域之中。鬼婴这边刚打算对面前的女网红下回，天空之上破风声响起，一道浑身缠绕黑色湿气的身影从天而降，直接击穿了鬼域黑雾。鬼域中的万只厉鬼看到突然降临的我，都吓高跳，什么都有，能破开鬼域，包括修为最强的那压只鬼王，也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目光定定看向从天而降的我。这家伙能破开鬼域的屏障，要知道鬼域之中鬼气凝聚的黑雾屏障都是极为坚固的，这种屏障只会让普通人进来，而且越大的鬼域里面厉鬼越多，鬼气越浓，屏障越坚固。像是城南水库这么大的一个鬼域，就算是龙虎山的黄袍道长或者茅山的红衣大法师来了，短时间也不一定能破开。现在却被人直接打穿，从天而降。定睛一看，浑身浓浓湿气，还是只僵尸，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而且身上还穿着黑色龙袍。看到龙袍太监鬼王第一个怒了，他生前是大清朝总管太监，以侍奉过皇上和老佛爷为荣，现在突然来了只僵尸，也披着一身龙袍，直接破口大骂。旁边的红衣鬼王仔细端详，一眼这只冲进来的僵尸，便发现不对了。这只僵尸浑身透露着不对劲，背后怎么还背着一把剑呢？龙袍里面还穿着一件其他衣服。红衣鬼王目光穿透那层龙袍，下一秒浑身一颤，这衣服不是龙虎山的吗？而且还是大紫色的，这他妈的不会是龙虎山紫袍天师吧？见鬼啊！龙虎天师尸变了，他们身为厉鬼，也跟僵尸打过交道，但这辈子没想过天师也能尸变啊！如果对方真是龙虎天师的话，一下打穿鬼域屏障也就不稀奇了。红衣女鬼王这边刚刚认出这只僵尸的身份，旁边的太监鬼王已经下令让手下的厉鬼出手灭杀这只外来者了，随即有无数厉鬼咆哮着扑来。红衣女鬼王想说些什么已经来不及了，我面无表情看着这一大群朝自己扑过来的厉鬼。下一秒，干枯的僵尸手指在空中随意画了几下，一道紫色雷符便在面前凝聚而成。红衣女鬼王看到这紫色雷符，瞳孔巨缩。传说天师府有一种至高级别的雷法使用方法，唤作通天传。当符篆早已修至一定地步之后，就可以直接在虚空之中画符，并且威力更强。但龙虎山的通天符篆不是早就断代了吗？自3代天师之后都没听说有练成的，活见鬼了！面前无数厉鬼在那只太监鬼王的号召下迎面扑来，我的耳边响起新的系统提示音，发布新任务。宿主灭杀吞噬鬼域内所有厉鬼，清除鬼域，获得奖励：阴天罡36变，呼风唤雨，通天万魂幡碎片加3。听到这里，我露出一丝僵硬的笑容。那自己就不客气了，一道追雷符瞬间汇成，随即心中默念咒诀，符篆化为无数道紫色天雷，朝四面八方肆虐而出。雷光所过之处，这些厉鬼的魂体直接被天雷撕裂。随着我张口猛然一吸，他们体内最精纯的一股鬼气直接吸入腹中。后面的厉鬼看到这一幕，小脑都萎缩了。一只僵尸哪来的雷法？妈的，鬼见鬼了是吧？无数厉鬼鬼哭狼好掉头就跑，想破头皮都想不通为什么。看着这群上一秒还围剿自己，下一秒转头逃跑的厉鬼，你们以为跑得了吗？雷法之下无活口，碰到贫道该你们倒霉。接着起手又是一道符篆绘出，
法妙劝雷符，一道道门咒诀之音响彻鬼域，急急如律令射。这道雷符轰然炸开，比刚刚那道追雷符还强。巨大的雷霆肆虐八方，瞬间将逃命的厉鬼直接蒸发掉了。跑什么？雷霆都司送温暖，随着大量的纯净鬼气被我吸收吞噬，感觉自己的飞将肉身得到滋补，这种感觉太爽了。远处的几只鬼王看傻眼了，太监鬼王兰花指一掐，声音都被吓颤抖了。他是僵尸还是道士？这怎么还会雷法呢？咱家是不是出幻觉了？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旁边的红衣女鬼王已经想跑路了，感受到这只僵尸身上散发的恐怖气息，还有那雷法，不跑等死。这老家伙的雷法估计能把他们的整个鬼域都杀穿了。他边撤退边说道：这老家伙的穿着和法器，怕不是龙虎山哪一代先祖天师尸变了。就他现在这个状态，5000年的鬼帝见了都得挨2巴掌，黑白无常碰到了估计都得踢2个正步再走。我先跑了，告辞。这红衣女鬼王早年曾和龙虎山打过交道，知道一些龙虎山的事情，所以判断出这只僵尸极有可能是某一代老祖天师尸变，当机立断转头就跑。不过看在大家都是鬼王的份上，跑前提醒了鬼婴和太监鬼王一声。这红衣女鬼王说完就不再管他们2个了，死道友不死贫道，身体瞬间化为一道红光溜了。听完红衣女鬼王的话，太监鬼王和鬼婴也是鬼脸抽搐。老祖天师尸变，怪不得会用雷法如此炮天师尸鸾会雷法，鬼帝碰到都得被打傻。此刻这2只鬼王也化为黑光响溜，我感受到鬼王逃跑的气息，金光双瞳盯着3只鬼王，同时耳边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拦截镇压收服逃跑的鬼王，获得奖励阴天罡36变，颠倒阴阳，通天万魂幡碎片加3，拘魂锁加1。看着天空中想跑路的3只鬼王，姐都给我留下吧，跑不了的。只见我的背后出现一个巨大的金光神将法相，这金光神将就是道家的6丁神将之一。随着一掌拍出，这巨大的金光神将也一掌拍出去，直接就把天上逃跑的这3只鬼王一巴掌一个全拍下来。3只鬼王被打回地上，脑瓜子嗡嗡的。那红衣女鬼王缓了一下说道：我都是妖魔鬼怪，一尸一鬼的差别罢了，何必自己人为难自己人？我扫了一眼红衣女鬼王，不屑道：谁跟架是自己人？给你们一个机会，现在束手就擒，以后帮我办事，还能留遍一条小命。不然，只见我身上的天雷已经从紫色凝练成白色，白色是雷法的第2个阶段，可比刚刚用的紫色雷霆恐怖多了。感受着我身上的白色雷法，红衣女鬼王脸色阴寒，想让我臣服做梦。接着，她看向自己旁边2个盟友，一会儿我们分3个方位一起动手，就算他有雷法，也未必能赢，搏一搏嘎了他。但他的话刚说完，上一秒跟他同一个阵营的太监鬼王当场选择叛变。太监鬼王举着手中的拂尘说道：要打你打，咱家投降，以后您就是咱家的新主子了。红衣女鬼王大怒，还没打呢你就投了，真废物，亏你还是个鬼王。太监鬼王对红衣女鬼王翻了个白眼，人家能一巴掌把我们从天上拍下来，就能一巴掌送我们仨走。太监鬼王对于自己的定位和实力有极为清晰的认知，现在还有投降的机会，一会儿真动起手来，想投都不一定有机会了。太监鬼王恭恭敬敬第一个投降，来到我的身边选择臣服。我满意的看他一眼。太监鬼王问道：主子，奴才想问一下您，生前是龙虎山第凡代天师，还有您这身龙袍是贫道龙虎山3代祖师张天鲁，元武帝追封天清，昭化广德真君，东汉末年曹丞相汉帝官拜镇南将军，风浪中侯11万户御赐龙袍。卧槽，牛逼，这逼格可比大清高多了。太监鬼王眼中瞬间崇拜起来了，他转头看向红衣女鬼王和那鬼婴，你们2个还不赶紧投降，冲撞了圣驾，休怪咱家不顾往日情，分心狠手辣了。红衣女鬼王和鬼婴露出鄙夷的表情，奴才就是奴才，反水真快啊。只见红衣女鬼王爪子一亮，瞬间变得极长，直接冲了过来。旁边的鬼婴怪叫一声也冲了上来。我身边的太监鬼王看到这一幕，也挥舞着拂尘迎上去维护新主子。这只鬼婴一边发出刺耳尖叫，一边像是只贴地蜘蛛一样飞快扑杀过来。我不慌不忙看着这小玩意跳脸，即将扑在脸上的一瞬间，手阴一掐，复光诀，天地玄宗。下一秒无数金光透体而出，凝聚成一层坚固无比的金光屏障。鬼婴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这一层金光屏障，他尖叫一声，刹不住车了，直接脸杀一头撞在金光咒上。鬼婴的脸直接被烫坏，烧掉一半，脸上冒出大量白烟，呲呲疼到尖叫。看到这一幕，我笑得直摇头。小老弟，你没睡醒是吧？跟贫道玩速度，你看我动吗？站着不动让你打，你能破我金光咒吗？随即伸出一只黑色的尸爪，直接把这只鬼婴捏在手里，盯着他叽哇乱叫的鬼脸，狠狠道：再叫我就把你的牙一颗一颗全拔喽！我操，这么凶！接着就老老实实跟只鸡一样被抓在手中。
不是不想挣扎，而是不敢，因为鬼婴刚想动，就感觉到我的掌中有雷法汇聚的气息，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敢动一下电死你。要是觉得自己能比五雷正法硬的话，就挣扎。鬼婴瞬间老老实实，连叫唤都不敢叫唤一下了。红衣女鬼王这边看到鬼婴，瞬间就被秒了，又被这只太监鬼王纠缠着脱不了身，心中怒骂废物，一个当场倒戈，一个瞬间就被秒了，真是垃圾队友，直接气场全开，恐怖的鬼王之气肆虐而出，形成杀气领域。看到这里，我微微惊讶，可以啊，这红衣女鬼的潜力比那只太监鬼和鬼婴都强，属于厉鬼之中的天骄了。我手中剑诀一掐，说道：“退下吧，王公公。”太监鬼王一听，立马退到一边去。现在确实也已经有点干不过了。接着手一挥，天师剑直接出鞘，随即又凭空画出一张杀剑符，将符篆打入神剑之中，驾驭天师剑在鬼域之中飞了一圈，如同一道流光划过，所过之处，无数厉鬼当场化为乌有。鬼域之中所有厉鬼都被飞剑所杀。最后将剑指向红衣女鬼王，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么听命于我，要么死。不听话，那就没有留下的必要了。红衣女鬼王感受到飞剑的剑气，汗流浃背，哪里还有反抗的念头？早出飞剑，早投降了。这剑练得太恐怖了。红衣女鬼王瞬间软了，愿意拜为主人。随后我的耳边响起任务完成的提示音，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清除鬼域，收服鬼王，获得阴天罡36变呼风唤雨，阴天罡36变颠倒阴阳，拘魂锁加1。随后我扫了一眼面前的这3大鬼王，说道：“你们3个将鬼核交出来吧。”3个鬼王身体一颤，露出惧怕的表情，但无奈不是对手，只能将鬼核交出。鬼核在手，才可以彻底掌控这几只厉鬼。随后我将鬼核吞下，紧接着太监鬼王询问道：“主子，这几个活人怎么办？”我扫了一眼这几个网红，说道：“让他们走。”随后我取出自己身上的天师印，接着我就用这天师印在这鬼域之中感应先天阴元的存在。随后天师印抵达水库湖面的时候，光芒最盛。接着我手中印诀一掐，一道手印打入天师印中，天师印的印章之处立马散发出一阵金光，打入湖底。下一秒，整个水库大湖骤然沸腾起来，水面上方天师印光芒笼罩之下，一颗紫黑色的不规则晶体开始缓缓凝聚。与此同时，水库最下方一头庞然大物感受到先天阴元的能量，缓缓睁开了眼睛。紧接着，天师印已经收集完所有先天阴元。我伸出手，刚想将其收入囊中，下一秒异变突生，从这水库的深水区内，一个巨大的生物瞬间破开水面，腾空而起，张开血盆大回，朝着先天阴元一口吞过来。下一刻，我脸色瞬间冰冷下来，随后高举手掌，一道紫色葫芦瞬间汇成，紧接着我的手猛然一落，头顶立刻有一道怒雷从雷云之中砸向想要截胡的巨物，一道怒雷直接冲下来，狠狠轰在这头状如真龙巨物的头顶上，瞬间血肉破开，大量的红色血液飞溅，但依旧阻挡不了他吞噬阴元的决心。随后他尾巴一甩，将先天阴元吞了下去。见此我怒火中烧，紧接着我对着天师印念起来咒语，天师印立马化为一道金光冲向水怪，将其头骨砸裂，落在水中。随后他一个掉头就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我面目狰狞，怒气值直接拉满。3大鬼王感受到主子的怒意，瑟瑟发抖。下一刻我转头问道：“你们在这里修行这么多年，水库底下有这么大一条泥鳅，都不知道吗？”3大鬼王说道：“主人，我们真不知道啊。”“是啊，此物是泥鳅成精，每日混于水底泥浆之中，很难察觉啊。”随后我的金瞳看向水下，刚刚那头半路截胡的巨物是一头千年犬泥鳅，已经彻底化龙得道。于是我准备收了这条千年老泥鳅，不动真格的。你是真不知道沈王爷有几只眼。与此同时，我的耳边传来系统提示音：发布新任务，检测到先天阴元，布下天罡八门阵，困住千年大妖，可获得奖励：阴天罡36变翻江搅海，袖里乾坤修行法。随后我二话不说，开启天罡八门阵。下一刻我单脚踏出，浑身湿气滚滚，黑气如浓烟。于水库正上方，我的手指在虚空之中画符，一道道黑色符箓被他在虚空中描出。随后无数黑色符箓如同箭矢一般射入水中，分别定位8卦方位。下一秒，8道黑光从水底深处冲出，冲天而起，帮助圣上苍穹。阵法已成，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布下天罡八门阵，困住千年大妖，获得奖励：阴天罡36变翻江搅海，袖里乾坤修行法。与此同时，龙虎山内部官方网站上有通告发出，龙虎山向道门所有同道求援，他们龙虎山3代老祖墓被盗，3代老祖师复活，现已逃走失踪，对世俗威胁极大。所有道门如果发现老祖行踪，联系龙虎山和各大道门一起围剿。消息已经发出，瞬间引起道法界轰动。此时的城南水库外，距离水库1公里，随着我布置下的天罡八门阵的阵光冲上云霄。与此同时，一个手持18颗念珠的黄衣法袍和尚停下了脚步，他抬头看向水库方向的天空。就在这时，水库方向一辆越野车疾驰而来，
和尚一眼看出这辆车上带着些许湿气和鬼气，显然和水库方向的僵尸厉鬼遭遇过。于是他伸手拦下车辆，开车的网红看到前面突然出现一个人，而且就挡在车前，他吓了一跳。女司机愣神的功夫，刹车都忘了踩了。再次睁开眼时，车子已经撞向这黄衣和尚。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和尚竟然丝毫不慌，原地双手合十，紧接着一掌拍在车头上，直接把车头按住，硬是将这车拦下来。车内的凡个人直接傻眼了，这什么怪物啊，力气这么大。而这时候，和尚笑眯眯来到车窗旁边，问道：“几位施主，贫僧有礼了，请问几位刚刚是从那水库方向而来吗？”紧接着，车里的人瞬间反应过来，如同找到救命稻草一样。接着，这群网红就把在水库边上发生的事情全说出来。听完这几个人所说的话之后，和尚点点头，随后说道：“多谢几位，那贫僧就先走一步了。”看着这和尚转身就要朝水库方向走去，几个网红心中大惊别去啊！大师，太危险了，我们已经有好几个人死在那边了。岂料下一秒，大师直接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多谢诸位施主提醒。不过贫僧对自己还是有些自信的，佛门佛法无边，超度一些厉鬼和僵尸是没问题的，不必为我担心了。”大师表示无所谓，我会出手，不就是一个小鬼和一只僵尸吗？和尚说完之后，整个人一步踏出，下一秒瞬间挪移出10米之外，和尚几步就消失在这几个网红的视线之内。此刻那黄色法袍和尚则是朝水库冲去，没用几分钟就已经到了水库外。圆空和尚看了眼前方，此刻他手上的念珠散发的佛光更胜1倍。圆空和尚也看到了鬼域外围的那一层黑色鬼雾，因为之前我吞掉90%的厉鬼，没有大量厉鬼的鬼气支撑，此刻这大型鬼域的鬼雾已经消散了一大半。随即他取出自己随身携带的法器木鱼，一边敲打木鱼，一边走入这鬼域之中。此刻圆空和尚敲击木鱼，随着一声声木鱼敲击声响起，周围的鬼雾开始往四面八方散去。他用木鱼开出一条路来。与此同时，鬼域之内，我布下天罡八卦阵，领取系统奖励阴天罡36变翻江搅海，袖里乾坤修行法。我看着系统奖励的天罡36变翻江倒海，正好自己现在用得着，随即我将其提取吸收。紧接着我一掌伸出，如同拿住虚空，随后将手插入这水库之中。随着我手掌的转动，一个巨大的漩涡出现，随着漩涡越来越大，直接形成龙卷状，数道水花卷起10数丈高。我背后的3只鬼王看到我，抬手之间，天翻地覆，翻江倒海。那原本平静的水库上，一下子出现10几道龙卷水柱，似乎要将整个水库倒过来。这3个鬼王心中震惊，这种级别的存在，别说鬼王了，鬼帝来了也得乖乖跪下呀。刚刚那条泥鳅抢这位的东西，只能说属于老寿星上吊找死。随后我看向水面，双眼透过湖水和泥沙，寻找那条敢打劫自己的老泥鳅，嘴里说道：“小东西，你别被我逮到了，你要是被我逮到了，有你好果子吃。”与此同时，鬼域之外，一个黄色法袍的和尚敲着木鱼，缓缓穿过黑色鬼域的黑雾，朝里面走来，准备降妖伏魔。走着走着，他听到耳边翻江倒海巨大的水流声。圆空和尚眉头微皱，什么声音？哪来这么大的水声？圆空和尚一步踏入其中，同时回中喝道：“阿弥陀佛，贫僧法中寺圆空大师在此，尔等厉鬼还不快快束手就擒！”巨大的佛音直接冲散面前所有的鬼气，黑雾佛光笼罩之下，他行走在这鬼域之中，简直如同是一尊真佛在世。此刻的我心中正窝着火，就看到一个秃子顶着光头走进来，随后我口中吐出一口黑色的湿气。我正愁抓不到那条大泥鳅呢，看到这个送上门的圆空和尚，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不是送上门的鱼饵吗？圆空和尚看着眼前的阵势，脚趾都扣紧了，尤其是圆空和尚还看到那头飞江正在翻江倒海，这家伙竟然有翻江倒海之能。圆空和尚一看，一个不吱声。随后圆空和尚刚想说点什么，他的口袋里手机铃声响起，是法中寺的戒律大师，也是他师傅了真和尚打过来的。圆空和尚看到面前这几只厉鬼和僵尸，暂时没动手的意思，他一脸苦涩，接通电话。电话接通之后，手机那头传来了真和尚的声音：“道门那边出事了，龙虎山3代天师的墓穴被盗，他们3代天师尸变了，你在外游历红尘，降妖伏魔，最近小心一点。”听到这里，圆空和尚心里都快哭出声了。随后圆空和尚说道：“师傅，我想我已经和他碰面了。”先挂了，下一秒，只见我狰狞一笑，接着我对3大鬼王一声令下，拿下，别让贫道的鱼儿跑了。随后这3个家伙像恶犬一样冲了出去，紧接着圆空和尚一掌佛门翻天，佛掌拍出，然后抓住间隙掉头，就用佛门的缩地术跑路。见此情形，我一步踏出，身形瞬间从原地消失，一步就出现在圆空和尚的前方。小秃子来了，你还想走？圆空和尚没想到这只僵尸移动速度比自己还快，这就是龙虎山3代天师的实力吗？太吓人了。紧接着他手中念珠一把就反手抽了出去，6字真言爆发出前所未有的佛光之力，向我抽过来。然而我直接用肉身硬抗攻击，念珠
珠直接被抽断了。随后，只见我抬起一只手，一道定身符瞬间凝成，直接把它按在了圆空和尚的脑袋上。紧接着，我就抓着猎物回到水库之上。下一秒，我直接收了翻江倒海的神通，水面重新恢复平静之后，我收敛起自己的身上的所有气息，然后直接将这圆空和尚往水里一扔。现在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等那条泥鳅放松警惕出来就行，只要冒头就必死无疑。很快几个小时过去，城南水库依旧没什么动静。另一边，城南警局，佛门法冲寺的了真大师和龙虎山无恙天师都带人来到城南警局。两边的人一见面，法冲寺的戒律堂的了真和尚就摆了一张臭脸。阿弥陀佛，龙虎山真是好大的能耐，身为道门祖庭，连自己的祖师都管不住，祖师也能识辨出来害人，真是天下奇闻。无恙天师本来心里就不爽，现在听着这个秃子的话更不爽了。随后他开口道：了真大师，你最好管住你的嘴，不然贫道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紧接着，掌中此刻已经有雷虎不断炸开，意思就是你他妈再放屁，老子就把掌心雷塞到你嘴里。了真和尚看到无恙天师手中闪动的雷法，他深吸一口气，冷哼一声，转身离开。临走前甩下一句话：你记住，我的徒儿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龙虎山有一个算一个都跑不了，贫僧绝不会善罢甘休的。紧接着警方也调动了人马，与龙虎山无恙天师和法中寺的了真大师一起前往城南水库。与此同时的城南水库，天色破晓，大雾开始消散。我坐在水库边上闭目养神，水库下方还是没什么动静。此刻我内心表示，好，看你能忍多久。与此同时，水库之外，警方与龙虎山、道门联盟和法冲寺的车子在距离水库几百米外停下。紧接着，三方人员开始朝城南水库的方向靠近。另一边，我身边的太监鬼王察觉到人类的气息，朝这里靠近，随后说道：主子，又有人来了。下一秒，我睁开眼看了一眼水中，随即说道：去拦住他们，别让那帮蠢货靠近这里。随后，三只鬼王离开前去拦截。此刻水库之外500米，三伙人群朝着我所在之地靠近。还没等他们靠近，无恙天师和龙虎山的诸位道长就感觉到一股鬼气扑面而来。之后说道：小心，有鬼王来了。话音刚落下，一条鬼气锁链直接从地下伸出来，这条锁链直接锁住无恙天师的双脚。接着就有一只红衣女鬼从地下钻出，一爪朝无恙天师心脏抓来。天师小心！旁边的道长提醒一声。看着这帮鬼王先对自己动手，无恙天师脚下猛然一震，几乎瞬间就震开地下捆着的锁链。紧接着，无恙天师对着面前的红衣女鬼迎面就是一掌，红衣女鬼瞬间被拍飞。下一秒，红衣女鬼冷笑一声，说道：不愧是龙虎山紫袍天师，雷法果然强大。不过我劝你，现在最好还是不要过来打扰比较好。我家主人在里面办事，打扰到他，对你们龙虎山以及对我们这些做手下的都不好。随后他的身边，鬼婴王和太监鬼王的身影也缓缓出现，三大鬼王往门口一堵，压迫感立马就上来了。随后了真和尚冲了出来，说道：昨天晚上贫僧的爱徒来过这里，我徒弟呢，把人交出来，钓鱼不打窝，钓的也不多。那个小秃驴已经被我家主人拿去当鱼儿打窝了。听到这里，了真和尚绷不住了，下一秒背后凝聚出巨大的佛像，朝着红衣女鬼一掌拍了过去。女鬼王看到这个架势，直接一个闪身，随后开口抱怨道：都告诉你别吵，你搞这么大动静，不要命了吗？然而了真和尚可不管这些，他急了，愤怒使他失去理智，随即直接开口大喝一声：阿弥陀佛，众弟子何在？今有妖魔作乱，害我佛门弟子，尔等还不速速开坛罚跪，念金刚经，加持于我，杀鬼伐魔。随着了真和尚一声令下，他身后的10几个佛门小和尚拿出法器，浑身散发着刺眼的佛光。在10几个和尚的法力加持下，了真和尚的法力瞬间增长数十倍。此刻的他身上散发金光，如同一尊真佛在世。随后他手持一对黄色挠钵法器，挠钵撞击之下发出宏大的响音，巨大的响音带着金刚经的功力，直接撞在三大鬼王身上。三大鬼王都被这音波撞得连连后退。与此同时的我听到外面这么大的动静，缓缓从石头上站起来说道：死秃子，活腻歪了是吧？让你别打扰老子钓鱼，你在这开启演唱会了。随后我一步踏出，直接脚踏虚空站在了真和尚的对立面，朝着他招了招手：你过来不打你。了真和尚看到我之后说道：你生前既然是修道之人，应当知道死后化为僵尸害人害己，阁下的觉悟有点差呀，如今竟然甘心沦为魔道，不怕天下道门弟子以你为耻吗？了真和尚一张小嘴巴拉巴拉说了一堆，听着他说的话，他后面的玄真天师和一众龙虎山以及其他道门弟子
额头上冷汗直冒，瞬间汗流浃背。完了完了，这老东西不想活了，什么话都敢说是吧？以为这是你们佛门变法呀？你敢跟祖天师斗嘴，元神玩多了是吧？修佛法把脑袋修坏了。与此同时，玄真天师和龙虎山的诸位道长默不作声，缓缓退后了几步。此刻的我听着辽真和尚的话，直接忍不住笑了出来。一张黑化的腊肉僵尸脸上一笑起来，更是显得无比狰狞。随后开口说道：“你是什么东西？什么时候你也配教训起我来了？”说着说着，我的身上五雷阵法席卷而出，紫色的雷法在此刻化为墨水一般的墨黑色。鹦鹉雷阵法。辽真和尚看到这一幕，随即冷哼一声：“一个死了2000年的天师老僧，倒是要看看你还能有几分修为。别以为我怕了你，今天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说完，辽真和尚双手挠脖，猛然一撞，随后发出巨大的佛音声波。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我感受着挠脖震音朝自己撞来，随后直接对着辽真和尚吼了一声，紧接着一道恐怖的嘶吼雷音从我的口中吼出，瞬间就冲散辽真和尚的音波攻击，直接将辽真和尚和他身后一群敲锣打鼓的小和尚掀翻在地。随后我一个瞬移来到辽真和尚的面前，说道：“你很喜欢敲锣，贫道也挺喜欢的。”说完，直接一个大逼斗都抽在辽真和尚的光头上。啪！一声巨响过后，辽真和尚的脑袋上瞬间被打出一个黑掌印，这一巴掌直接把辽真和尚身上的佛光都给抽散了。紧接着三大鬼王把这如嘎了一样的辽真和尚拖着。另一边的小和尚看到师傅领盒饭，转头就想跑。看到四处逃窜的小和尚，我伸出一只手划了出去，一道黑色的雷法劈在他们逃跑路上，直接在地上划出一道雷痕沟。随后说道：“你们最好别跑，不然等下一指头就划在你们身上。”此话一出，直接把这群敲锣打鼓的小和尚吓懵了，顿时不敢跑了。三大鬼王直接把这群和尚捆了起来，扔进了水库之中，充当我钓大鱼的饵料。我看着水面上一帮秃子挣扎着沉入水下，摇了摇头说道：“实力不够你装什么呀？懵逼了吧？”另一边的玄真天师和警方看着一幕，互相对视了一眼，表面上严肃，实则内心难绷。他们像看小丑一样看那秃子表演。紧接着，玄真天师一步踏出，说道：“老祖，收手吧，跟我们回去，不要再一错再错了。”然而我看都没看他一眼，说道：“滚犊子，别逼本老祖，跟刚刚抽秃驴一样抽你。”听到这，玄真天师大喝一声：“老祖，那我就不客气了，得罪了。”紧接着，他一声令下，所有人接大金光烈日阵，请老祖回家。上一次对战三代老祖经验不足，用了三代老祖创的7星剑阵对敌，结果直接被我瞬间就给破了。所以这一次玄真天师准备了另一套阵法，不出意外的话，降服这位已经尸变的老祖宗问题不大。阵法结成之后，人手一道大金光符，汇聚成一轮烈日神符。烈日神符上正顶着正午时分的太阳。现在也是威力最盛的时候，玄真天师立于阵中。此刻的他手持剑印掌烈日神符，说道：“老祖可识得此阵法？”我摇了摇头，大金光烈日阵，看来你为了对付本老祖，也确实是用心了。不过这阵法虽强，但对我没用。此刻的玄真天师随口念道，就有无尽恐怖的火焰从火符之中喷射而出。恐怖的火焰在玄真天师身边化为一条流焰火龙，随着玄真天师火符一催，这条火龙朝我冲了过来。我看着眼前的架势，手指在虚空之中随意绘制了几下，一张天师扫荡符被我绘出，随即我一符打出，符转化为一道狂风，风龙和火龙撞击在一起。紧接着扫荡符直接将这倒流火神龙卷入水中，火龙入水瞬间化为一道高温水汽。看到这一幕，玄真天师又一道神火咒打出，而且这一次数量更多，威力更大。玄真天师头顶着100度的烈铝，可以肆无忌惮使用神火。随后玄真天师说道：“老祖，束手就擒吧，现在正值正午，晚辈天时地利人和，大金光烈日阵之下，纵然你有通天之能，也逃不了了。”玄真天师这话说出，我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紧接着我手掐道家手诀，随着我脚下一跺地，一道术法被打上天穹。我的头上道家至高阵势黑符紫气疯狂流转，天穹之上传来雷鸣般的回响，然后就是大片的从无到有在天上滚动了起来。几乎是一瞬间，上一秒还是烈日高悬的气象，下一秒直接变得天昏地暗，阳伏阴出，阴阳颠倒的瞬间，我面前的玄真天师施展出的火神咒化为乌有，没有了太阳的戒律，烈火神符瞬间失效。此时的玄真天师看着头顶那一轮已经变成黑色的太阳，他脸色刷一下难看了起来。随后我看向玄真天师说道：“玄真如何？现在还是天时地利人和吗？”玄真天师坚定地说道：“老祖的阴阳颠倒神通确实厉害，不过今日晚辈是一定要将您带回去的，就算没有了天象相助，我
我也不能放你走。玄真天师手印打出，使出烈日神符最后的能量，无数条火金锁链从符转之中射了出来，从四面八方组成天罗地网，朝我笼罩过来。神火八方，天罗地网。复玄真天师手诀，收复火金锁链，编制成的天罗地网瞬间压下来。也就在此刻，我的神识瞬间感应到泥沙之下，那条千年泥鳅终于有动作了。它巨大的身形从湖底游上来，动作极为迅速，张开血盆大口就朝着辽真和尚和圆空和尚一口咬过来。辽真和圆空这帮秃子看到从水底冲上来的千年大泥鳅，他们吓到瞳孔巨震。辽真之前听说这龙虎山三代天师尸变之后，在这拿人钓鱼，但没想到这玩意这么大呀。与此同时，我看着朝自己攻过来的天罗地网，反手拔出背后天师剑，两剑挥斩而出，只是两道剑气直接就将这火金天网搅碎了。紧接着也不给玄真天师机会，反手一掌，五雷翻腾，瞬息拍出，玄真天师直接被一道五雷掌从天上拍下。随后我一步踏出，瞬移到了水库上方，看着下面已经露头的千年泥鳅，伸出一个手掌，直接穿入水面之内。手掌五指之上，阴五雷疯狂涌出，凝聚成一个庞大的黑雷巨手。黑雷巨手飞速探进入深水之中，一把朝那老泥鳅抓过去。湖底，千年泥鳅看到头顶黑雷巨手抓了过来，转头相跑，想要重新钻回自己的地底泥沙之下。看着这老泥鳅，说道：“这次你要是能跑，我这身紫袍和龙袍脱下来给你穿。”随即，我一把抓住这条大泥鳅的身体，猛然一甩，阴五雷巨手发出一阵轰隆雷音巨响，直接炸开水面，将这头千年大泥鳅一把甩出了水库。巨大的身形碾压无数岸上的巨石林木，也惊呆了在现场的所有人。吊龙老。紧接着，一个警方队长开口询问到玄真天师：“这东西是龙吗？”玄真天师摇了摇头：“不是，应该是泥鳅成精。不过看这道痕气息和外形，距离化龙也不远了。”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我脚踏虚空，手中缠绕黑色天雷，盯着这条被我抓来的泥鳅，开口说道：“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自己把东西吐出来，要么我把你打死，然后我自己取出来，你选一个吧。”只见那条老泥鳅怒吼了一声，紧接着口中一团绿火喷出，火焰带着千年毒素。见他不听劝，我也不惯着，随后一拳轰出黑色阴五雷，直接震碎这条千年泥鳅的毒火。紧接着一道雷拳就砸在了这大泥鳅的身体上，直接把它轰飞了出去，鳞片都被炸黑了。然而他不服地朝我怒吼起来，张开血盆大口朝我咬了过来。见此，我微微一笑，直接朝这条千年大妖的口中冲去。紧接着一声巨大的惨叫响起，只见大泥鳅直接把我吐了出来，连带着还有一大口血液和碎牙。而此时的我浑身上下覆盖一层由密密麻麻道家咒文组成的金光咒。和普通金光咒不一样的是，我身上这一层金光咒颜色是大红色的，直接把玄真天师看懵逼了。他眨眨眼睛，怀疑自己刚刚被祖天师拍了一巴掌，是不是被拍花眼了。另一边的我看着这条泥鳅，说道：“想咬我，你这牙口也不行了，要不要再来一下？站在这给你咬都行。”千年泥鳅沉默片刻，他开口道：“道友，不打了，我们做个交易吧。”见此，我口中吐出一口湿气，听到他要谈判，我瞬间来了兴趣。什么交易？说来听听。随后，千年泥鳅开口说道：“不瞒道友，其实在下在此地修行已经有1700余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道友是龙虎山的某一代天师吧？既然是道门天师，应该见多识广。万年沉水阴木是什么东西？你不会没听过吧？”听此，我疑惑地问：“怎么你有沉水阴木？”随即大泥鳅说道：“当然，不然我也不会说出来。而且我这块沉水阴木还是万年年份的，是早年我在泥沙之中发现，被我藏起来了。”听到这，我思考片刻，随后点点头，说道：“既然我已经知道了，这水库底下有万年阴沉木，那还跟你做什么交易？我把你打死了，把先天阴元拿到手，然后再下去找那根阴沉木，不就行了吗？小孩子才做选择题，能全都要，我为什么要分一个给你？”听到我这么说，这只千年老泥鳅当即大怒：“你别太过分了，总得留点给我吧？真要拼个鱼死网破，你自己也说了鱼死网破，你死跟贫道有什么关系？而且连你都是我的，我需要留给你什么？”随后我拍了拍自己的腰间，下一秒挂在我腰间的正义蒙微符转散发紫光，紧接着我的身后出现一道巨大的亡灵官法像，这座灵官法像顶天立地，赤面红须，火眼金睛，凤嘴银牙，雷公之下，一手持火轮，一手持金鞭。随后我大手一挥，号令背后的法相王给我打，往死里打。紧接着经过长达2分半的毒打之后，这条泥鳅终于扛不住了，最终选择投降，乖乖把先天阴元交到了我的手中。同时我的耳边传来系统的提示音：“恭喜宿主收复千年大妖金龙泥鳅，获得奖励：化龙功、金龙爪、真龙血。
通天万魂幡碎片4，我看向千年泥鳅，随后取出他的龙丹，这样他才能乖乖的为我效力。紧接着又拍了拍他的龙头，说道：“去吧，把你说的那根万年沉水银木给我弄上来。”随后大泥鳅一跃而起，钻入水中。过了大概几分钟之后，一块巨大的黑色木头被他叼了上来。看着这块巨大的黑色木头，我露出满意的表情。与此同时，我的耳边响起系统提示音：发布新任务，寻找一座棺材铺，使用乌木打造一副顶级棺材。系统将为宿主打造的棺材评分，越高获得的奖励越丰厚。为自己寻找一处风水宝穴，获得奖励：阴天罡36变，乾元缩地，紫江神火加1。我随即看向手下的3只鬼王，说道：“带上这块乌木，去附近的村子找个能手巧匠，给本老祖打一口上佳的棺材。事情办不好，你们知道下场的。”3只鬼王脸上直冒冷汗，连连称是。接着将目光看向一旁的千年泥鳅，这家伙被我暴揍了一顿之后，现在龙丹也被拿捏着，说道：“既然现在大家都是自己人了，以后你乖乖给我办事。”我伸出手一指点出，化龙功化作一道金光，射入千年泥鳅的识海深处。他的脸上出现狂喜之色。此功法能够提高你的上限，加快化龙的速度，并且有机会晋升五爪真龙。泥鳅听完，直接俯身趴下。祖天师在上今日之恩，形同再造，愿肝脑徒弟上刀山下火海，绝不推辞。什么主人？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义父。泥鳅觉悟还是很高的，见此我微微点头，说道：“既然你已入我门下，从今天开始，你就叫玄土吧，和当代天师一个字辈。”泥鳅听着这位祖天师给他赐下的道号，他微微皱眉，心里不开心，这名字是不是有点土里土气的？他修行千年，从一条泥鳅开始进化，努力一辈子，就是为了摆脱这个土字，结果现在以土为名，这不还是没摆脱吗？下一秒，我反手拿出2样东西，修行功法金龙爪，一滴真龙血，此2物对你也有好处，都赐予你。这2样东西一拿出来，泥鳅倒吸一口凉气，哼，玄土怎么了？土什么土？一点都不土。以后我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都叫土，青土、原土、玄土、灵土、闰土。他突然就感觉这名字灵气逼人，一下子好听了。这哪是义父，这他妈是亲爹啊！没有理会他，我看着系统奖励的万魂幡。俗话说得好，修仙不努力，万魂幡里做兄弟。随即便开始炼化这面万魂幡。另一边，3只鬼王来到一个名叫长乐村的村子，一个20岁精神小伙叼着烟站在村口，刚刚从村头洗脚店出来，表情一脸回味。接着一转头，就和一个绿脸的太监鬼王面对面，身后一只红衣红鞋的女鬼，一只满口獠牙的鬼婴。王豪一时没反应过来，转过身心，想什么人那么无聊？大半夜一家人出来吓人，转念一想，直接原地拼命磕头求饶：“鬼爷爷饶命！我上有老下有小，我的肉不好吃，别杀我！”太监鬼王一脸无语，抬起头来：“我有事情问你，你们这村子有打棺材的地方吗？”鬼打棺材，这是要装修房子吗？不过他不敢多问，他赶紧回道：“有，张不韦。”他是30多年的老木匠了，他的棺材打得最好，带我们过去。随即太监鬼王就一把拎起王豪，让他带路，很快就到了木匠家。太监鬼王只是看了一眼，砰的一声，院子门直接被鬼气冲开。屋子里张不韦小2口正在床上做运动，突然听到自己家门被砸开的声音，张不韦大怒，穿上衣服走了出去。马勒哥，谁把我们踹坏了？王豪说都没说完，就看到王豪身后的3个鬼王双腿发软，突然就变得有素质起来。他结巴问道：“老弟啊，这3位是谁呀？”王豪也发抖，我给你介绍过来的顾客，他们来做个棺材。张不韦听到王豪的话，眼前一黑，心中早已经把王豪祖宗18代全问候了一遍。平时带你个王八蛋也不薄，有鬼你往我这领是吧？太监鬼王嫌弃看着院中的棺材，袖子一扫，一块巨大的乌木被他放到院子里。张不韦揉揉眼睛，我操，这木材看着品相是金丝楠木，是在水里泥沙经过万年高压碳化形成的顶级乌木。张不韦这辈子没见过这么高档次的木头，今天属实开大眼了。给你1天时间，我们来取关，如果打不好，你就等嘎吧。说完，这3个鬼王留下乌木，飘然离去，回去复命。张不韦骂骂咧咧，穿上工作服。平时最快3天才能打造一口普通的棺材，更别说1天打造一个顶级的乌木棺材。张不韦看向王豪，愣着干嘛？赶紧把全村的木匠叫过来干活。就在他们做棺材时候，张不韦的儿子张伟脸色难看的回到了家。2个月前说去澳门发财，输的精光，直到现在才回到家中。一回到家，张口就要20万。张不韦一下就急眼了，多少？20万！他手上的木匠刨子火花都要刨出来了，一辈子做木匠的钱都没有那么多，直接把这个不成器的儿子轰了出去。要债的人还在村口等着他，拿不出20万出来，他得被人削成人棍。就在张伟琢磨着进去偷的时候，突然看到院子上的乌木棺材。出生于木匠家庭，自然知道这乌木价值连城。张伟一下眼前一亮，心中有一个大
胆的想法，忙了一整天。张部委和4、5个老木匠左右开工，在小命的 buff 加持下疯狂的干。这具金丝楠乌木所制的上等棺材搭好了，也终于可以休息一下。回去喝口水的功夫，张伟联合要债的几人将棺材快速的运走。接着张妈从屋里出来，一出来就看到院子里空空如也，急忙叫自己家男人出来。张部伟一屁股坐在地上，这偷的不是棺材，这偷的是他的小命啊！很快便想到自己败家儿子，只有他有自家的钥匙，于是掏出手机打电话给自己那蠢货儿子，别他妈这么坑爹。另一边，我睁开眼睛，万魂翻也炼化完成，看向3只鬼王说道：“去看看贫道的棺材。”眨眼功夫，脚踏虚空，已经来到张家的院子上空。瞬间，整个院子里阴风阵阵。张木匠，我家主人的棺材呢？做好了吗？太监鬼王的声音传遍整个院子。片刻，张部委和他老婆穿着寿衣，王豪也穿上一身崭新的寿衣，跪在地上浑身颤抖。张部委如实说道：“鬼爷爷棺材做是做好了，但是中途出了点意外，将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太监鬼王等3鬼听到张部委的话，勃然大怒，办这点小事也能把东西弄丢。眼看太监鬼王就要嘎了他们，天空之上我开口道：“够了，你们几个废物，把东西找回来才是正事。”随即便问到木匠：“你儿子叫什么名字？生辰八字是多少？”我手指微微一掐，心中瞬间已经算出张伟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占卜算命生前的技能早就玩到满级。接着我转身一步踏入虚空，离开此地找张伟去了，没有为难木匠一家。岳江庄园，一辆拖车拖着这金丝楠乌木棺材驶入这座岳江集团的4人庄园之中，而庄园内部正在举办一场葬礼，正是岳江集团98岁高龄的老董事长周岳江。听说张伟这有金丝楠乌木棺材，直接开价1个亿买下，本就是盗取家里的棺材，他也不想多生事端，就答应了下来。